只要给我半个时辰，我就让他醒来。如果不醒呢？如果半个时辰不醒来的话，任凭你处置。哎，你袁焕，好，那我就再耐心等上半个时辰。哎，大人，小儿无知，还请大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，我来顶罪。公堂之上，岂容尔等戏言？哼，你怕什么？咱们是智人，又不是害人。哎。 明心，小姐来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会敲门啊你？小姐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啊！时辰已到，华佗，你要不要查看一下病人是否醒来？你为什么打我儿子啊你？大娘，我不是打他，我是救他。你为什么打我儿子你？你个逆子啊！你又在做什么呀？他没有心跳了，我帮他恢复心跳。醒着，快点醒公啊！堂之上，岂容你如此对死者不敬？来人，将他拉开！快醒醒啊！大人，小儿无知，还请大人大量，不要计较小儿的狂妄之言。爹，爹，放了他们！哎呀，林夕，女孩子家怎么能乱闯公堂呢？回去！放了他们，我就回屋。哎，明心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是你通风报信的。爹，这大夫又不是神仙，岂能次次妙手回春啊？有的病能治，有的病非人力所能为之。大夫尽力了，可是出了事儿又要偿命，那如此下去，谁还敢治病救人啊？就是啊！哼，胡闹！为父断案，岂容你指手画脚？小姐别闹，小姐，爹爹今日所为究竟为何？我知道。哎呀，你知道就好，那些私事就别在公堂上讲了。现在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来人，将华佗拉走。吴成，吴成，不敢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爹，死者复活了，应该放了他们父子了吧？算你们命大，放了吧。明心，快走啊！华大夫，你心里明白，这种幸运不会常有的。你个逆子，你给我进来！哎，爹，你可知县令今日为何欲置你我于死地？哎呀，不就是为了阻止我和明心来往吗？既然你知道，你还这么干，哎呀，再这么疯下去，早晚会毁了咱们华家。爹，我真的没有疯，我是真心喜欢明心的。您为什么不能成全我们呢？成全你？哼，人家是县令的女儿。再说，惠娘很小就来咱们华家当童养媳，对你真心，忠贞不渝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爹呀，反正列祖列宗都在这里了，我就实话跟您说吧，惠娘是个好女人，可是我一直把她当姐姐看，我爱的是明心，如果要娶的话，我只能娶明心，非娶明心不可。哎呀，糟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一趟，这个事儿我回来再跟你说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非华佗不嫁。哎，你今日在大堂上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放了华佗，我让你嫁谁你就嫁谁吗？爹，那死者复活本该放人的，不是你放了华佗。哎，为什么反对我和华佗在一块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早有定亲，你是我县令家的女儿，岂能做二房呢？再说，
华佗此人终日不思进取，他成不了什么大事。你跟着他会受苦的。我不怕受苦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。为夫左思右想，不能再由你如此胡闹下去。趁你和华佗还未做出什么有辱门风之事，赶快把你嫁出去。我不嫁。哎，由不得你不嫁了。我已经把你许配给当朝丞相董卓的侄子董彪。爹。而且，迎亲的日子就是明天。明天？拿着。刚才看见你什么都没吃，快趁着吃了吧。这么多人，还是你最关心我。我不就是照顾你们大家衣食住行吗？快趁着吃。怎么？我17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师父最好的学生，可是这些年，师父一直秘密研制麻醉药，知道的人只有华佗。儿子就是儿子，外人终究还是外人。你也别这样想，师伯自打收养了你，教你行医，供你成人，待你像亲生儿子一样。这麻醉药的事，他肯定是有苦衷的。算了，我不过是个姓吴的外姓人，从小到大，我视若珍宝的东西一样都得不到，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找师伯讨给你。我想要的不是个什么东西，也不是什么机会，我是觉得特别不值。华佗又贪玩，又不好学，到了什么东西都是他的，不公平，老天爷不公平。好了，别说这些气话了，让别人听见又该嚼舌根子了。听见也不怕，我本来就他们俩，就不光是为了师父和师弟。那你为什么？最关键的，我是为了你。我不愿意看到你再伤心了。面都凉了，你快点吃吧。哎，厨房还有些事，我去看看。慧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！哎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来。奶奶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奶奶，你真的忍心让我嫁给那个臭名远扬的恶棍吗？是啊是啊，现在好多人吓唬小孩，都说你要是不听话，就把你扔给董彪。孩子呀，董卓的侄子他看上了你，今儿又令人强行下了聘礼。你爹他就是个县令，他也不敢得罪董卓的亲戚啊。那也不能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哎呀，孩子呀，刚才奶奶已经替你跟你爹呀说了老半天了，明心啊，你也得体谅体谅你爹呀，是吧？奶奶，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连老夫人都没辙了，难不成你明天？
既然家里人都不帮我，那我只有自己帮自己了。明晨私奔。哎，元华，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？正好我把水弄好了，回去泡泡脚。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用你辛苦。不辛苦，都弄习惯了。你要是自己弄啊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我已经是大人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哎，你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你快听话，快去把脚洗了。要洗你自己洗。私奔？对啊，你胡闹！谁胡闹？我爹的钱不是你管着吗？给我点银子啊！你要私奔，不给？你给还是不给？不给！你是不是我师兄啊？我就是不给！给他。惠娘，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留得住人，留不住心，又有何用？只要他开心，我就替他高兴。这么晚了你要出去，我能放心吗？我去给你做点干粮，省得路上饿了。惠娘，不用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哎，惠娘，这都是命，只要他高兴就好。我不能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。华佗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师兄，钥匙在哪儿？快把钥匙给我，我要钥匙，我拿银子。我不给，给我！怎么回事啊？不给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武成，你说，他又找你闹什么？惠娘，你说，没什么。你们还都不把我放在眼里？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爹，你别为难他们了。是这样的，我明天要带明心去私奔，我找师兄拿点银子。哎呀，爹，我知道惠娘对我好，我从小就把她当亲姐姐一样，你就把她当亲女儿养吧，把那份家产也给她，帮她找个好人家。我打死你这个逆子！打死师傅！啊！惠娘，惠娘，哎，惠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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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！没有权利关着我，你们放我出去！逆子，你听好了，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这里就是我当家。爹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要见明心！闭嘴！我不愿意待在这房间里！你闭嘴！今晚就洞房成亲。爹，你没有权利管我！爹，你放我出去！你没有权利管我，放我出去！我要自由，放我出去！住口！武成，今天晚上你就守在门口，寸步不离。我？对，只有这孽障和惠娘成亲洞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才能断了他对明心的念想，否则必给华家惹来大祸。你放我出去！我要去见明心。哎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我爹走远了吗？哎，师兄，咱们师兄弟一场，你放我出去好不好？我会感谢你的，师兄。你说话呀，师兄。师兄。把信交给华佗了。啊，好。再过几个时辰，爹爹就睡熟了，咱们就找机会一起出去找华佗。啊，咱们？对啊，爹爹已经答应董彪明日迎亲，若是没有你暗中相助，我怎么逃出县衙呀？哎，别，小姐，那个这事儿莫带上我，你让我送信什么的可以。要托放小姐出去私奔，要是让县令大人知道，不得打折我狗腿呀！小姐，那个恕难从命，恕难从命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是不是男人啊你啊？这点事都办不了。太
太可气了。还说什么好兄弟，都是骗人的。我爹也逼我，师兄也不理解我，全都是胡扯。吴成，这是给你的新衣服，拿着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有新衣服穿了。元化，你别再喝了，伤身体的。你就是不愿意，也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啊。好了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，别管我。你要喝是吧？好，我陪你喝。喝就喝，谁怕谁啊？来。哎，不对呀，咱们把这酒喝了，这事儿它不就成了吗？不正好中了我爹的圈套？那我不能喝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每个人都有，拿着吧。谢谢。你别喝了，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心里比你更难受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你睡床，我睡地上。明天我去替你求情。不管睡什么地方，你别喝了，元化听话，别烦我喝酒。你没事吧？啊！你看你干嘛要喝那么多酒？哎呀，让你别喝酒，你看看你，出了这么多汗。好点了吗？明心，明心。
大人，您看看，您看这灯笼都挂好了啊！你说你个胡半仙儿，挂个灯笼这点小事儿，你也非得把我拽过来，要你还有什么用？大人是这些呢，小的都能办，但是呢，小的这个眼界呀，没有大人您广。这个对美的审视呢，没有大人高。大人看看我这心里才算安稳吧。还不错。不过呢，你拍马屁罪行。是。哎，再过1个时辰，迎亲队伍就该到了。小姐打扮好了吗？啊。小姐，快！小姐，胡半仙已经把县令大人骗到大门口了，这马车也是他安排的，咱们快走吧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多谢啊！多谢！多谢！哎，恭喜啊！喜婆，什么吩咐啊？时辰快到了，看看小姐有没有穿着妥当。哎，好。闪开！闪开！哎，看什么看？一群废物，人都看不住，还不快去找！小姐到了。哎，可是怎么没有华先生的踪影啊？莫不是让他爹给扣住了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有什么怎么办的？我翻墙进去啊，把他弄出来，等着。哎，那你可小心点啊！华佗，开门！华佗，明熙，怎么是你？起来！华佗！怎么了，明心？这不是真的。昨晚，你是不是跟他？明心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。我跟惠娘，我为了你，不相亲，不成婚。今日我从县衙里逃了出来，不孝了我爹爹，也不当什么县令小姐，就为跟你私奔。明心，你听我说，我昨晚我喝多了。别说了，你这个骗子！明心，我恨你！哎，明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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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明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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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熙！师弟，师弟，逆子！武成，快把他追回来呀！师傅，师傅，您别生气，要不你去成全师弟吧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成全？哼！师傅，我没看好师弟，是我的过错。要不，就让师弟冷静几天，过几天我再把他寻回来，可否？闭嘴！还愣着干嘛？追呀！走走，你也去呀！哎。明熙，驾！明熙，这样，你回去禀报大人，我去看看。这，院长大人，这迎亲的吉时已到，为何还不见明星小姐的踪影呢？啊，董公子稍等，小女定是在梳洗打扮。哎，我去看看，到底找没找到小姐？没有。明熙，明熙，停车！你听我解释。明熙，停车！明熙，你听我解释。快点！明熙，危险！驾！为何帮我？我帮你，他跑了。在下曹操，刺杀董卓的曹操，正是在下。明熙，不能撒手！明熙！原花，原花，我帮你。走开！惠娘，明熙！师兄，吴常，明熙，吴常，明熙，明熙！杀董贼！华佗，哎，都是你害得我女儿如此，我要杀了你！
你先别激动。如果明心要是死的话，我也不会活的。请你相信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伙伴仙儿，你是观音，快点救小姐！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拿你试问。大人呐，这两人同时中一箭，我也是第一次见的。让我再看看，再看看。要不这样吧，大人，我先做法，让他们缓解疼痛，好不好？大师兄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来这套？赶紧走！出去！好，我不跟你理论。大人，我在外面做法也一样的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董公子，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俩人都串在一块儿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耍我是吧？我看你也不想活了吧？董公子，你别误会啊，今日确实突发意外，要不这样，请董公子改日再行迎娶，好不好？敢悔婚？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道我叔是董卓？速将剑簇剪断，分开二人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俩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嘿，原来是你这小子！上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放过你。你少啰嗦，赶紧把我媳妇给我救活！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斗嘴？哎，华佗，你救明心，救明心啊！爹。哎，明心，听华佗的，我把命交给他，我信他。哎呀，明心，你身体弱，别说话。来，哎呀，快想想办法。现在我不是在想办法吗？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啊！想什么办法？直接把这个男人给我弄死，把剑剪断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上！你去你！放开我！哎呀，真是！放开我！喂啊！活了！师兄！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师兄，快，华佗，先别管你师兄了，快救明心！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？我想救谁，由我来决定。出去，全部出去！大哥，我们曹家还有忠勇家丁，我们和那董贼拼到底。单靠咱们去抗董，略显单薄，还是得联盟县令，兵合一处，方为上策。大哥，我看你是多想了吧？为何？今日县令嫁女，而那女婿就是董卓的侄子董彪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小姐逃婚，你却不知阻拦。若小姐出什么差错，我定要你陪葬啊！大人呐，喜莲也不是有意为之，您消消气儿。你给我闭嘴！闭嘴！我看你才要闭嘴！你女儿逃婚，逃的可是我们董家的婚。若是那明星出了差错，别说这个丫鬟要陪葬，我看你如何向我叔父交代。大人，门外有人送贺礼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叫他回去。此人是曹操。曹操？曹操？啊！哎呀，喜莲，对，正是曹操。哈哈哈哈哈！曹某见过大人。曹都尉，曹操刚刚回桥，便听闻大人嫁女，此等大事岂能不贺呀？哎呀，谢过曹都尉，奈何小女刚受箭伤，今日喜宴暂且取消。箭伤？莫非今日城门中箭之人，正是令爱？莫非曹都尉也在现场？令爱是为曹操所伤，曹操定要前去探望他。小女还在就医，快，请都尉先回。后门啊！待小女康复，再择良日宴请诸位。后门啊！敢问大人，谁家公子有此福分，娶得令爱？
据我所闻，是董贼的侄子吧？啊，是。董贼恶名，天下皆知。我曹操刺杀董贼被追，而你却将令女嫁给其侄子。那这贺礼我是该送还是不该送呢？大人，明熙没事了。啊，喂，你出来！咱们外面单挑。少爷，这是什么干什么？华大夫，有什么好好说。好好说。怎么说？既然明心受伤体虚，理当卧床静养，我也无需多留。管家，咱们走。哦，走。你不能走！喂，走啊！喂，华大夫，你不能走！不用走，咱们。大人，今天乃大喜之日，曹操来得匆忙，还望大人稍等片刻。曹操拿份贺礼就来。曹都尉，大人，明心的身体呢，还需要静心的调养，我这就回去呢，帮他开几个方子，好吧？等等，来人，将华佗给我拖下去。大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说，只有杀了你，才能治好我女儿的心病。啊，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是又怎么样？刚才是我救了明心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是你害的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你看看你儿子闯的祸！你这个逆子啊！爹，瞧你这惹的好事儿！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省省口舌。我今天必须把他给杀了！哎呀，还不赶快给大人跪下赔罪！快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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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跪下！跪下！跪！你要气死爹呀！少来这一套！我女儿因你儿子受此重伤，下次兴许就会搭上性命。你说我应不应该杀她？大人，爹，你起来！你要是能饶我儿性命，我愿将医馆整个都给你。放手！爹，你起来！你起来！逆子闭嘴！元华，爹，医馆可是你的命根子啊！好了，医馆，你的医馆能值几个钱？我欧阳修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的钱又有何用？你儿子成天来找我的女儿，万一他俩做出什么辱没家门之事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退一万步说，你儿子已经成亲，我堂堂县令家的女儿，又怎么可以到你华家做小呢？大人，只要您能饶了元华，我退婚。惠娘，退婚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能做主吗？那若是我死了，这门婚事就不存在了，您能饶了他吗？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做戏呀！这是县衙。来人，把华佗拉下去。诺，住手！请问大人，此人何罪啊？哦，小女正因此人在城门处中箭受伤。若不是我，岂能遭董贼追杀？你女儿也不会中箭受伤。大人若是怪罪，就怪罪于我。要杀，就杀我吧。别，不敢。大人，追根溯源，伤害你女儿的，应该是董卓。刚才为你嫁女，我拿来了贺礼。曹仁在，就是这个。大人果然是忠于汉室，有胆有识，杀了董家迎亲之人，便以明志。大人，曹操绝不辜负你我之抗董联盟。
爹。爹，我错了。这次闯了大祸，害得师兄又受了伤，您打我。惠娘啊，你去找几个学徒，让他们分头请来华家的叔公就演。啊，您这是？去吧。哦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华氏叔公舅爷在堂，家门不幸啊！今儿有华氏不孝子孙华佗，生性顽劣，屡教不改，今日更是惹下大祸，差点祸及我华家基业。若真如此，我华清堂定成为华家的千秋罪人呐！故今日请诸位见证。将此不孝子孙华佗逐出家门，断绝父子关系。爹，别叫我爹，我没你这种儿子。师父，您就饶了师弟吧。师弟，快向师父道歉。不许多语。我来说几句啊。元华他爹不能置气，这可是大事啊，万万不可冲动而为啊。是啊，咱们华家本身人丁不旺。华佗又是一脉单传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饶他一次吧，让他痛改前非。哎呀，诸位叔公舅爷呀，这逆子顽劣之处，实属天理难容啊！这逆子虽已成亲，但还惦记着县令之女，竟至家中贤妻不顾，拐走县令的女儿私奔。这可体统啊！他这样做，上对不起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下对不住惠娘一往情深，忠贞不渝。再说，此举就是玩火呀！若真惹恼县令，咱整个华家空有不保啊！你说这，元华毕竟年轻，儿女情长在所难免。这样，先关他几天，断了他的念想。过段时间，和惠娘生个一儿半女的，时间一长，也许他就忘了。他若真能如此，那元华还不赶紧向你爹保证，从此不再见明心了。我保证不了，你们也都别劝了啊！华佗，你疯了你啊！你又犯浑！我没疯。既然你们不让我见明心，那好，我走，我也不连累华家。你，元华，这孩子，爹，孩儿不孝了。元华，这孩子，哎，你瞧瞧这逆子啊！惠娘，你还不劝劝师父？只有你说话，师父能听进去一些。这次是东真阁的了，我说什么也没用。你就眼睁睁看着华佗被赶出去？当然不会，我陪他走。惠娘，爹，儿媳不孝，不能在您身边伺候了。请您恕罪。快起来，惠娘！哎呀，我不认的是那个逆子，儿媳妇我认。他现在离家出走，就是让他吃点苦头。你留在家中，免得跟他受罪。我和华佗虽只做了一日夫妻，但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他是我男人，今后的日子是苦是甜，我都要跟他在一起。请爹爹恕罪。惠娘，这个逆子啊，这么好的媳妇，不知道珍惜呀！是，你看看，哎呀，真哎，哼，走就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纵然董贼权倾朝野，一手遮天，但如今人神共愤，世皆讨之。哼，即使他乃是苍天大树，也必会众叛亲离，落得个枝秃叶落。哎，曹都尉说得对，董贼乱政，凡汉臣皆有诛杀之心。我虽为文官，但也愿与曹都尉同仇敌忾，共抗董军。以报圣上知遇之恩，还我汉室正名。好，城外只是先遣大军，董卓的大军集结仍需几日。正好此间你我招兵买马。是，正是。趁董贼不得人心，向各路诸侯纷纷起兵，或许不等董贼围城，他便身首异处了。是。来人，大人，速发告示，征兵抗董。诺。写的什么？谁能看懂啊？我还上过吗？哎，你给念念，你不是上过学吗？我要驻守。站住！县令大人有令，两军即将开战，从即日起，没有县令大人特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城门。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回家吧。你是我男人，你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哎，说得好啊。华佗，你过来了。干嘛？干嘛？来，这个。哎呀，放手！你放不放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不高兴啊。啊，好，你告诉我，这写啥玩意儿？哦，征兵抗董。哪个董？董卓的董。你是说那个天杀的老贼董卓？安去。对了，啥时候征兵啊？明天。得嘞，明天来。回家吧，别跟着我受苦了。昨天晚上我真的喝多了，弄得大家都挺尴尬的。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，大家都不方便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自小是你华佗的童养媳，昨天我们已经正式成亲，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，承不承认，你都是我男人。你若觉得不方便，你住在这儿，我睡在外面草棚。是我有违绑架的，松手！干嘛呀？哎，你帮帮我，我要见明心。哎呀，原话呀，你放了你大师兄，我让我多活2天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上回帮明心小姐逃走，把县令大人调虎离山的事，现在已经怀疑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问我好几次了。我要再帮你，我就掉脑袋了我。我想见他吗？他伤好了没有？有没有想我？不行，好了，没有。你不帮是不是？不帮。好，拉倒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。喂，别再给师傅添麻烦了。
你去看看，哪来的鸟啊？华先生，是你吗？雪莲，是我，我是袁化。哎，小姐还好吗？祁连，看到小鸟了吗？小姐，不是鸟，是华先生。你让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哦，华先生，你快走吧，小姐她不愿意见你。哎呀，我有事儿。那你快说。你告诉小姐，你说之前发生的事儿都是我的错，我要当面跟她解释。城南有个破庙，哎，你告诉她，我会在破庙等她的，不见不散啊！哦，好。二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没钱没物的被赶出来，我能放心吗？你一出门，我就让小师弟跟着你呢。哎，我给你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够你们换洗一段时间的。我攒了些银子，先拿着用吧。哎呀，这些我们不用，那个我自己会挣。那你最近吃什么？就算你不吃，惠娘也不能跟着你受苦啊。拿着吧，我借你的，要还的啊。拿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这借钱还有条件啊？谁叫你是我的好兄弟呢？谁跟谁啊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明心受伤了，县令大人一定不会让我给他治病。我爹他不愿意去，现在只剩下你，啊，所以嘛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明仙啊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惠娘面前，你就别提明心了，行不行？行啊行，还会讨价还价了。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来拿着吧，要让师傅发现了，又该骂我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走吧。惠娘，你睡这儿，我睡外头去。别，你睡这儿吧，我睡外面。给我。我都说了，你睡这儿，我睡外头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就回家去。什么？华佗被他爹逐出家门？对，全乔郡的人都知道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听说住在南城的破庙里。活该，让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小姐，我觉得华佗他昨晚肯定是喝多了。别提他，烦。惠娘，你也吃点吧。小姐，来喝点粥。喝点吧，你不喝身体不行。明心，县令大人，爹，啊，好些了吗？哎呀，你个傻丫头，今后再也不能干这种傻事了。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娘交代呀？好了好了。
爹爹今后再也不逼你嫁人了，除了华佗，你愿意嫁谁都听你的。不要再提华佗，我不想。哎呀，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。好了好了，不提他了。你的伤啊，还需要尽量医治。我看胡半仙儿啊，也就是装神弄鬼还行。你的病可不能儿戏，所以我打发他去做征兵体检官了。爹爹重新给你找一个大夫。爹，我想让吴成来给我看病。吴成，就是那个跟你一起中箭的吴成。嗯。哎呀，为什么要找他呀？为什么非要找华家医馆的人呢？整个乔郡就是华家医馆的医术高明。我不想见华佗，他爹肯定也不愿意来。那剩下的就只有吴成的医术还行了。真的没有别的原因吗？还能有什么原因啊？好了好了，爹派人去找他，你好好休息，照顾好小姐。是。小姐，你让吴成来给你看病，是不是想从他那儿打听华佗的事儿啊？就你话多，我都说了，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。哎，挺直了，挺直了啊！大人，我让你协助征兵，你征来的就是这么一群豆芽菜。大人呐，这些都是我用尽了我在太医院之所学，我千挑万选得来的呀。大人呐，您看呢，他们瘦归瘦，但骨头里全是肉啊！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全都看到了，你给我滚下去！是。哎呀，县令大人辛苦了，都尉辛苦了啊！县令大人，征兵进展的如何呀？啊，这个人数倒是不少，可若此时上阵杀敌的话，还恐不利呀。大人所言极是。这些新兵不懂刀枪，不懂兵法，不过上阵杀敌需要的不是体魄，而是胆量。有勇也可以以小胜大，无勇多易败少。只要乔军的子弟兵们同仇敌忾，有必胜之决心，有杀敌之胆量，懂兵何惧之有啊？都尉说的是。正如我的这些曹家军一样，只要操练得当，上阵杀敌，亦能杀出军威。真厉害啊！哎，让大人见笑了。都尉领兵有方，定大有作为。啊，我先行告退，不打扰了。县令大人，慢走。